中国娱乐报道特别企划《火星少年华晨宇探访》第1期终于要播了啊！快乐的男生非常火，随后花儿与少年又觉得他很可爱，这一次做一个探访，让大家更充分的了解他。我觉得我们已经正视了他如今的才华还有个性，但是对于他过去的一些事情跟状态未必特别了解。对，其实有没有觉得，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的话，真的要了解他以前的故事、以前的经历，才会说是真正的了解他。所以，我们专门派出记者，然后去到了华晨宇的从小生长的地方湖北的十堰，然后专门去采访了他的外公外婆、邻居还有老师，让我们跟着华晨宇一起重新长大一次吧。就是我的爱的小孩，2013年夏天，一个叫华晨宇的音乐少年，让一些专业的音乐人不断发出赞叹。他在我心目当中，他的对手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他自己。他只要一出现，我们都想永远追随你，华晨宇，干得好！这个导师口中充满了个性的音乐天才，也成为快乐男生有史以来人气最高的年度总冠军。接下来我们用热烈掌声，恭喜今年的总冠军华晨宇！从音乐选秀节目中走出，用从心底而出的声音征服所有人的耳朵，连获2项音乐大奖，为2部电影献唱主题曲，仅仅半年的时间，又登上了央视马年春晚的舞台。2014年大热综艺节目《花儿与少年》平均收视破2，华晨宇以最小弟弟的身份加盟其中，人们也由此看到了他在音乐之外的性格特质。我叫华晨宇，小时候别人找我玩，我会有一点怕，镜头来有怕，但我比之前好一点，好很多。弟弟呢？花花呢？又丢了，花花又丢了。华晨宇更多的被称为火星弟弟，的确，他走红的速度确实是地球人所无法企及的。但是没有一夜爆红的浮躁，也没有一般选秀歌手的急功近利。华晨宇真实的傻笑已经让很多人爱到着迷。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这个23岁的大男孩一直保持着这份难得的单纯呢？带着这份好奇，我们踏上了寻找华晨宇成长历程的旅途。这第一站自然就是华晨宇的老家湖北十堰。你认识华晨宇吗？认识啊，现在住对家班嘛这。58的终点站这。我们班同学就比较喜欢看《花儿与少年》，看他的时候就是说，他管账的时候挺好玩的。从小就见过他呀，从小看长大的。我住3楼，他住6楼。对，蓝玻璃那个，就是下面那个没有装的那个，好像他爸把房子给卖了。然后他外公外婆是不是就住附近，可以带我们去看？对，就在这上面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看了比赛看了，在湖南电视台呀比赛呀，也在第20强里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欢迎了那个高雄广州、曲靖广州，这看的那个广州了。今年电视里华晨宇，哎呦，我们每天都要看完，都要看完了才是收手。不看完都不会睡觉。面前的2位老人就是华晨宇的外公外婆。曾经华晨宇的家和外公外婆的家离得很近，原本孝顺的华晨宇1年寒暑假有2次看望老人的机会，但自从参加完比赛后就很少回家，只有过年才能短暂的休息。但一提到外孙的成绩，2位老人依然高兴得合不拢嘴。看到外公外婆的家，很难想象如今这个万众瞩目的偶像就是出生在这个人口破100万的3、4线城市，但是这里却装满了华晨宇童年的全部记忆。悄悄带走了青春。对，是吧？这个是小时候就像。这说的都别说。你我记得是他小时候都留着了，是吗？小时候。对。他那个读书的时候，一个就他们爸妈有时候吵架呀搞啊，他一个人就开始忙作业。你好早啊！他离的时候，看到他离的时候，他还没好大吧？
在华晨宇3岁的时候，父母选择分开生活，跟着爸爸生活的他变得很少有人陪伴。那个时候，小小的华晨宇并不懂得什么叫孤单，在他看来，也许只有更乖一点，才会获得更多的爱。是蛮懂事，像人小朋友在那几个小孩在那玩石子啊、打架干啥，他不，他就坐那自己，有时就逗他，华晨宇你在干啥呀？啊，阿姨我在玩。那你问他玩啥，他就自己在这坐的。话少得很，但是你问他啥，他必须要回答。这孩子这点礼貌真懂。他不算账啊，我们算账啊，我们说多少他就多少啊。挺腼腆的一个孩子，笑嘻嘻的总是。因为家人工作的关系，华晨宇从小在东风汽车5·1厂长大。到了6、7岁，他也自然而然地在5·1子弟小学读书。那时习惯性的内向性格让华晨宇并不擅长争强好胜，以至于在小学老师的心中，华晨宇给他们的印象并不深刻。华晨宇，他属于那种不特别拔尖儿，但是也不是特别淘的那种孩子，所以印象呢不是特别深。但是呢，我是有印象，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坐在前3排的那种特别小机灵那种感觉的孩子。华晨宇给我感觉哈，这个孩子他就是比较胆小，他呢比较内秀一些，上课呢比较积极发言，遇到比较感兴趣的问题的话，就那小手就举得可高了。所以说，每次考试100分呢是不可能，但是呢，他成绩还是一般都在90多分。生活中缺少父母的陪伴，并没有在当时年幼的华晨宇心中形成深刻的烙印。和其他孩子一样，他也天真烂漫，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。而那个时候的他，也还并没有展现出音乐上的天赋和才能。火星弟弟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偏离地球的轨道？音乐到底什么时候才走进了音乐天才的世界？答案就在明天揭晓。有时候呢，我就说，你看这道题，你想想这个题几乘几啊，再加几应该怎么算呢？有时候比如说计算，加减法计算呐，或乘除法计算，他就有时候计算第一步思路对了，最后一步得数错了，加错了，就是也就存在一点小马虎。这个乘法表呀，89。42。这个乘法表呀，47。32。华晨宇，李老师再教你一遍9的乘法口诀手势法，你还记得吗？19得9，29 18，39 27，49 36，59 45，69 54，79 63，89 72，99 81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觉得最后还挺好玩的。看见老师给华晨宇辅导，我就想起自己青春的时候，老师经常会把我留下，然后辅导功课。最后老师都受不了了，他跟我说：“孩子，老师也得下班。”真的没有人关心你。我们还是说华晨宇好不好？你知道有网友就说看着华晨宇现在这么的成功，然后就会觉得说性格比较内向一点，然后学习成绩可能平一点的这种宅男们有信心，有希望了。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，跟你没关系。一定要讲一下，随后这个探访还会有2、3、4期，大家持续关注中国娱乐报道。